的中俄北部联合2023演习，23号下午在位于日本海中部海域的指挥舰齐齐哈尔舰上举行了闭幕式，标志着这场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主题的演习圆满落下帷幕。我宣布，北部联合2023演习圆满结束。北部联合2023演习是中俄共同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重大实战行动，又是两军深化海空一体联合作战的重要实践活动，对提高两国两军战略合作水平、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演习副指挥员俄方海军少将卡扎科夫在闭幕式上表示，演习强化了中俄应对海空军事威胁的能力，相信俄中两国海军一定能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此次日本海海域的演习中，双方官兵展示了高度的战斗素养和海战技能。演习中也体现了双方默契配合和协同一致。我在此也向中方指挥员以及中方所有参演官兵表示感谢。在连续4天高强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中，中俄双方海空兵力联合筹划、联合指挥、联合行动，先后进行了海空护航、威慑驱离、锚地防御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有效锤炼检验了远海远域实战能力，在联演组织形式、兵力融合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实现了预期目标。威慑驱离科目中，蓝方运用空中、水面及水下兵力对中俄护航编队进行滋扰挑衅。中俄红方兵力采取交替指挥的方式，先后完成处置不明空情识别、查证电磁静默水面目标、通过潜艇威胁区等内容的演练。此次演练，我们设置了海空潜多种威胁同时出现的典型作战场景，中俄海空兵力密切协同配合，以最快速度引导在空巡逻战斗机、舰载反潜直升机和水面舰艇就近就变实施高效应对，实现了演练的预期效果。外界注意到，此次演习科目主要是以反潜作战为主，同时兼顾与敌方大型水面舰艇展开夺取制海权的较量。中俄双方共派出10余艘舰艇和30余架飞机，但出动的装备有不同的重点。中方罕见派出2驱2护一补编队，以052D 驱逐舰、054A 护卫舰为主，俄方则以大型反潜舰为主。像这几艘舰艇呢，能够执行防空，还有呢反舰和反潜作战任务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在海上呢执行任务的多样化的能力就非常之强嘛。像2艘052D 驱逐舰，在进行区域防空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呢为联合编队呢提供有力的区域掩护。观察指出，此次联演在既有的合作框架内，中俄双方进行了实战化意义较强的联合护航作战，展现出两军快速拟定作战方案并迅速执行的作战能力，以及在一些基本科目上较好的合作态势和战略协作水平。但是呢，应该说之前，比如说我个人预计的，可能联合进行一些防空反舰导弹的试射啊这样的这个科目，好像是没有进行，主要还是以这个主副炮展开对海和对空的这个攻击为主。这也表明了这个中俄双方应该说一方面啊愿意就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增进两军的这个关系和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严格的控制这个演习的规模。国际舆论则高度关注演习地点位于日本海中部，且由中方主导。而实际上，这并非是中俄第一次在日本海进行军事战略协同。日本海是战略通道高度集中的国际水域，宗谷海峡、对马海峡和津轻海峡都事关中俄两国的战略安全。中方将演习场域选在这里，体现了中俄两国共同的核心安全关切，以及在突发紧急事态下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的信心与决心。日本海呢，对于中俄来说呢，都是非常关键的。在其他的海域，如果是进行联合演习的话，那只是呢重视一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在东海或者南海的话，那显然呢，更多的还是维护呢中方周边的海上战略安全和战略通道。中俄联演也挑动了日方的敏感神经。日本海上自卫队全程进行紧盯，
日本海上幕僚长酒井良将中俄联演渲染成两国针对日本炫耀军力的示威行动。日经新闻的报道称，美日韩近期动作频频，不仅上周在日本海国际水域进行了联合导弹防御演习，还定于下月举行峰会，安全合作被列为主要议程。显而易见，针对紧靠美国主导印太战略的日本，中俄演习具有一定针对性。时事评论员施洋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就在中俄联演1周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召开峰会，将俄罗斯定义为北约安全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妄称中国表现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并宣称中俄合作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这次北约峰会不仅让亚太北约化的战略目标昭然若揭，也让美国促推阵营对抗的意图暴露无遗。所以此次中俄联演也释放了清晰信号。这个俄罗斯仍然有一定的这个作战力量和这个武装部队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战备状态。因此呢，在这个方向上，不能说是警告吧，但是至少让美国采取相关的一些行动的时候，可能会有所顾忌。另据俄罗斯消息报24号披露，为威慑美国及其在远东地区的盟友，俄罗斯国防部正考虑在该地区部署一个图160战略轰炸机航空团。一个图160航空团部署在远东，那将使得俄罗斯对于美日的核威慑能力、常规威慑能力都将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图160战略轰炸机，它航程远，而且载弹量特别大，又是呢核常见备型的。所以呢，它部署在远东地区的话，可以呢把整个日本的领土完全的覆盖在内，完全可以对日本进行全面打击。在日本本土，再加上呢琉球群岛呢都有美军大量的基地，这样一来的话，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完全的在图160的打击范围之内。的收获，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座谈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我真正的理解了，就是什么叫两岸之间的沟通交流是浑然天成、欲罢不能的。此次大陆高校师生参访团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5所学校，共37人。9天8夜参访行程里，走访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与台湾学生座谈交流，并赴新竹、台中、台北、花莲、新北参访，近距离了解宝岛台湾。交流团总领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直言，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特别希望以此次回访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两岸青年的热切交流，推动更多两岸青年心共进、情共浓，架起两岸融合发展的连心桥。那么通过此次回访，我们也进一步感受到两岸同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致追求，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担任代表团团长，一路引发媒体关注。特别是在台湾政治大学参访期间，丁宁与当地学生进行的乒乓球赛一度成为两岸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回望这趟旅程，台湾民众对乒乓球的热情以及对他个人的喜爱，让丁宁十分感动。丁宁还现场展示了在机场告别时球迷送他的画册。这份短暂但却深刻的情谊令他十分难忘。也有很多的民众，然后他看到了这个行程，其实他就真的是到现场去等我们。然后可能这些人，我觉得他不一定说是乒乓球爱好者，而是可能是体育的爱好者。然后所以他们会希望说，能够和我们一起拍照啊，然后去聊一聊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能够看到大家对于这种两岸交流，然后体育来促进两岸交流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值得一提的是，师生团访台期间，马英九不仅设欢迎、欢送2场晚宴款待大陆师生团，还全程陪同参访、导览讲解，尽显地主之谊。马英九先生跟我说，你回到大陆之后一定要跟他们讲一句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你在台湾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马英九。